伊朗民众以命相搏，值吗？肯定值得。如果伊朗民众想过好日子，只需要做3件事就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美西时间已经是晚上了，一直是睡不着。很多朋友跟我说，我们觉得呢，你这种聊天的节目，我们更愿意看。所以今天呢，咱就花时间聊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。伊朗现在能不能干成？实际上呢，我相信在屏幕前的你跟我这段时间，只要是咱们关注伊朗，其实都没睡好觉。作为一个从中国来到美国生活的移民来说，我们其实是既兴奋又紧张。兴奋就是神权统治几十年了，终于他要走进历史的垃圾堆了。伊朗民众熬出来了。但紧张呢，就体现在历次的抗争，如果不坚持到底的话，功亏一篑。我也担心现在神权统治是以命相搏的时候，可能要使出一些极端的手段。如果说把伊朗民众吓住了，马上又回家了，这事儿可能就完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希望他干成，这对于咱们还生活在中国的同胞来说，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。几十年的统治说崩不也崩了吗？只要是民众有奔头、有想法，他终究有一天会落实成行动，中国的民主化也会更进一步。今天呢，我们先聊一下现在伊朗抗议的情况。我数了一下，今天已经是第15天了，也到了关键的时候。目前看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，你只有硬着头皮，冒着生命的风险往前冲，更多的人加入抗议的队伍，这事儿才能干成。有一些可喜的成绩，比方说大多数的省份基本上都实现了观望。我说的这观望主要指的是警察和行政系统的观望。昨天的节目我提到了，上街的人给了精英以垫底儿，精英才是真正决定这个神权统治是不是完结的决定性因素。老百姓要托底，精英要做出自己的选择，掌握兵权的，掌握刀把子的，枪口要抬高1寸。只要你们不执行统治者的命令，他就没招。光杆司令那就只剩逃亡一条路了。说到逃亡呢，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他们在干，有2个方面。一个是俄罗斯往德黑兰降落的几架运输机，据推测应该是运输黄金的。你既然想求得下半生儿子和亲信的平安，你不带见面礼，那普京怎么可能收留你？这个价码很高的，应该会有几十吨的黄金要运，一飞机都拉不走，而这儿都是伊朗的民脂民膏。第二就是伊朗的外长，他叫萨尔吉可他呢实际上带着自己的3个孩子和妻子，以及很多他高官的家属，很多的一个团队去访问了距离伊朗1000多公里的黎巴嫩。黎巴嫩都快到地中海了，都快到这个以色列了。他在做国事访问的同时，自己的家属包括其他高官的家属正在紧张的申请去法国的证件。为什么呀？是因为哈梅内伊他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系统，他监督谁呢？是监督公务员系统和这个警卫系统，再就是民兵系统。既然你跟着我吃香喝辣这么多年了，到事儿上了，你可别跑。所以说这些手里掌握重权的内阁部长、副总理，
什么议会的什么副议长这个层级的人啊，你是别想跑了，周围的警卫和密探都在盯着你。那他们怎么办呢？既然你哈姆内伊可以往莫斯科运黄金，你不就是可以带20个人吗？很显然，我们不是那20个人之一，难道我们就会被老百姓清算吗？那你别想了，先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先弄出去，这个呀，就说明他们也在给自己留后路。哪怕说难听点，自己有一天在这个伊朗的革命中把命丢了，自己的孩子、自己的根儿还在。所以说，高层内部堡垒的崩塌，让民众啊更看清了神权统治的非法性，你就是压迫我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不再聊那些抗争的场面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，在各个媒体。今天我想聊一下，如果说伊朗民众这次干成了，回归了一个正常国家，他想过好日子，实际上只需要做3件事就够了。我们对标一下，伊朗啊，它的石油、天然气的储量是惊人的，它实际上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巨无霸。我给大家一个直观的认识，伊朗大家可能不一定清楚，沙特都清楚吧？全球第一大的石油开采国，虽然它储量不是第一。第二啊，沙特这个国家同样作为伊斯兰教所属的国家，富得流油。你看这皇宫里边全都是镀金，跟那川普啊是一个爱好。买这个军火的话都是上千亿。有一期节目我讲过，沙特购买这个东风3啊，一手指头，中国的官员以为说你要出1000万，人家说1个亿，直接买了35亿。那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才20亿，你看那一把生意就缓过来了，说明什么呀？不差钱儿，你买军火都是几百亿、几百亿的买。那伊朗这个国家现在的情况是，公务员薪水只有$100左右，都不够买粮食的。现在伊朗年轻人为什么要上街要抗争？包括大巴扎的商人是没活路了，别说下个月了，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，那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？家里唯一的电器可能就剩手电筒了，你说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？那还不放手一搏？因为只要是以命相搏成功了，接下来他就可以过沙特那样的日子。我们看一下储量，我统计了一下，光石油的储量呢，沙特是2670亿桶，很厉害吧？那伊朗呢？伊朗是2080亿桶，相当于沙特的80%，它可以说呢是不相上下。那这么多能换多少钱呢？我们看一下数据，2024年和2023年，我连续数了一下，沙特每年光卖油，它能卖到2000亿美金，2000亿美金啊，这还仅仅是卖油的钱。那第二，关于天然气，这个伊朗的储量全球第2，仅次于俄罗斯。那它储量和产值多少呢？直接告诉你，如果正常你让它卖气儿的话，它每年创造的产值是500亿美金，这还不算什么油矿、稀土和钢铜，那也都不往那算。所以说，我们给出来的答案，或者说我个人给出来的3件事，第一件事是换颜色，第二件事是卖油气，第3件事是收美元。这9个字啊，很难，很不容易，现在都做不到。先说第一件事，为什么要换颜色？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啊，它可以称之为一个黑色政权。你看，只要一听说红色政权啊，中国人都清楚，他经常讲的我们是代表工农利益的，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。
现在还有人信吗？红色政权实际上是那红色500个家庭以及相对应他们亲信的2000个家庭。中国的大量资源是500红加2000个粉色资源的，跟一般老百姓有意义吗？他说是工农，你家如果3代都是农民，都是工人，你享受到国家什么待遇？很多老人啊，连养老金都只有100多人民币一个月，购买什么呢？馒头都不够。同样，这个伊朗啊，它称之为黑袍政权，因为那些神职人员通常都穿着那黑袍子啊，你看电视就清楚了。那它是个什么情况呢？它就是一个小号的那个红色政权，大量的资源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掌管着。它不光是个党卫军啊，它是管经济的，银行、医院、学校它都管，它是个超级巨无霸，比那个内阁部长都有权力的多。那伊朗啊是9300万人，那大多数人都是过着赤贫的日子，这个国家的资源垄断在一小撮人手里，实际上守这个聚宝盆，他自己把自己给锁死了，这个锁的就是自己。因为啊他一直走的，我指的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来，他走的叫反以色列、反美国、反西方的颜色。既然你走这个黑袍政权了，那西方世界那肯定给你尿不得一个狐狸，那我也就不允许你卖油气，你卖了以后我也就制裁你。所以说我们说第一个，要想改变现有的局面，必须得把神权统治啊给它推翻。你批评他，希望他改良，门都没有。那推翻以后，首先回归世俗社会。如果说把巴列文王子迎回来也行，你虚君嘛，实现嘛，可以是君王，他不掌握实际权力，你的内阁选举嘛，只要是回归到正常的国家，你就可以融入全球社会，成为全球的油罐子和氧气瓶，那个时候你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好，那我们再说第二件事呢，叫卖油气。既然说你回归正常社会了，也不反以色列，不反美，也不反西方了，也不再搞什么抵抗之狐了，也不要把民众的钱全去搞那核武器去了，哎，你就可以改善民生。第二件事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光卖油气每年的外汇收入就能达到2500亿到3000亿美金。对于伊朗这个不到1个亿的人口来说，这是一笔巨量的财物。你别说一个月100美金的收入了，1万都没问题，而且你也不用担心你买不到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再说第三件事极其重要，那就是收美元。咱们必须看一下现在它虽然说可以出口天然气、出口石油，但它拿到的是什么呀？是受限制的资金，再就是什么？收到的是人民币和这个卢布，它不可能换成美元，因为美元结算系统把它给踢出去了。那以前节目咱们讲过，伊朗粮食不能完成自己，它要进口，而进口呢，你是义务，拿石油换粮食，你怎么可能卖上高价呢？这都是折价的了。所以说如果有一天它变了颜色，而且回归了国际的金融结算系统，你只要是能让它收美元，它才能实现这种每年几千亿美金的进账。刚才我也看了一下，事实上它已经有1200万，现在保守应该有1000亿美金啊，正在被国际社会冻结。这钱在哪儿呢？不是在美国，而是在什么卡塔尔啊、阿联酋啊，甚至韩国都有。这个钱啊，是在这些国家冻着的，并不受这些国家来管理，这叫受限账户。那伊朗的钱
大家承认是你伊朗的，但是我不敢给你，因为我只要一给你，我就会被踢出美元结算系统 SWIFT 系统。所以说啊，这笔钱1200亿呀，在外边飘着，你一分钱动不了，这什么滋味？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，换颜色是根本。第二，你让他老老实实的卖资源。第三，你让他把美元收进去，马上不出3年就又是一个沙特。因为什么呀？全球的石油天然气公司都知道，你已经不再是反西方的政权了，你回归正常了，你也不反美了，那你这么好的资源，我们当然愿意来投资啊。你投资，你只要回归法治社会，能保护私有财产，那我们有钱能不赚吗？所以说，伊朗如果说回归了正常社会，它一定会成为一个聚宝盆，也是一个投资的热土。那对于咱们来说啊，油价就有可能便宜啊，石油价格和天然气价格都有可能便宜，而且世界上少了一个抵抗之狐，少了一个追求核武器的大国，那这对世界来讲都是好消息。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啊，不一定对，所以欢迎大家呢对于伊朗未来如何过好日子啊，您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共同来探讨。因为你只有伊朗干成了，对于13亿中国人来讲，才能形成一个成功案例。原来这中共统治了几十年，也不是不可推翻嘛。如果大家都齐心，都走上街头，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官僚系统精英选择不合作，你最高领袖，你那个总书记，如果有一天变成了光杆司令，这事儿啊，说干成他也快。好吧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感谢您关注大卫看世界。如果您觉得节目还行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转发，再次感谢您。特别希望您打开小铃铛，明天我一更新的时候您就收到了。咱们明天见。